爸，你干嘛去？去趟公司。今儿周末。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着也要见他一面。我们虽然签了协议，但是还没有拿离婚证。我想警方应该允许我见他一面吧。他为了陈金峰当违信在布什报告上签字，你去见他有必要吗？这正是我想见他的原因。我也想知道为什么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这根本就不是我认识的程凡阳。他决定选陈金峰的时候，就是你认识的程凡阳了吗？今儿怎么想着约我喝咖啡？就这个，你能不能去劝劝白叔叔，让他去见见程总？我为什么要去？小白，程总和陈劲峰真的没有什么，就算是有，那也是陈劲峰陷害他的。他一直给白叔叔打电话，可是程凡阳真的就这么擅长洗脑吗？先是我爸，再是你。那事情都已经怼到你们脸上，你们一个个为什么就闭着眼睛不敢去相信呢？有这么难理解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跟陈金峰睡了，怀孕了，俩人想搞一笔钱双宿双飞，所以在华清市的项目里，他们跟华清市何总监那帮人同流合污，被人举报了。这不简单吗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一个举报的证据是我找到的，合适举报人选也是我联系的。我是在认真做这件事情，完成它需要经费，我把车都换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为什么不这么做？我看到了犯罪行为，我一个守法公民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惩奸除恶。我都跟你说了，陈白杨是被胁迫的，他被拍了照，还有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你的弟弟或者妹妹，他是不想让白叔叔难受才提的离婚。董娜，咱能别上我。我只知道他在那样一份审计报告上签了字，可没人拿枪指着他。我不是说他签字是对的，对与错，法律自会定夺。我需要做的只是把他交给法律。还有，你别再替他说话了，我是不会让我爸见到他的。别让我后悔早点喜欢过你。白石初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后悔，我还后悔呢，后悔当初自己心软，被你一步步牵着鼻子走。我老觉得我伤害了你，想去弥补，结果呢，越做越错。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。我等了你整整3年，从爱上你那天起，我就在等你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个，我就好受吗？我们两个根本不合适，为了配得上你，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我跟你说了我的感受，你肯放手吗？是不是在你心里一直都只有你那点可怜可悲的感受？我们其他人根本不是人。陈飞扬根本没有针对过你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就因为你妈妈去世了，你给自己编了个悲情故事，其他人不按你的来，你还不同意了。当了演员，当了编剧，现在还要来当导演。你有没有好好想过，就算没有陈帆阳，你妈妈得的病也是绝症。秋冬娜，你少给我提我妈。好，不提你妈，那说说你爸爸。你现在是不是特别高兴？他终于跟你一起变成了受害人。你们父子俩怎么这么惨啊？全天下的悲剧加在一起都没你们俩惨。什么叫你不会让你爸去见他？是他自己没手没脚，还是你又在那儿装可怜，不让你爸去见他？这是我们家的事儿。白石初，我看你是活得太幸福了。
从小到大，你周围所有人都在照顾你，你身上就自带那种我好可怜的光环。每个靠近你的人都要小心翼翼照顾你的感受，照顾你那点可怜又可悲的自尊心，以至于任何事情，哪怕只有一点点不随你的意，你都要跳起来大声喊受伤。可是你真的受伤了吗？你人生中唯一的不幸就是妈妈因病去世。可是这个不幸不是任何人造成的，你为什么要强迫周围所有人抱着这个本该早早放下的不幸，陪你一起背诗前行呢？你不是我，你根本不了解我。是，我不是你，我不了解。我活得特别好，我父母双全，家庭富裕，我从小幸福到大，根本不知道烦恼是什么。白石初，你想继续扮演你的受害者，请你先放过别人，至少放过你可怜的爸爸。哎，这怎么穿帅点？这不认识了？还真没认出来，真是人靠衣装哈。你穿这么漂亮给谁看呢？你呀，之前也没见你这么捯饬过。今天是咱们定情纪念日的第2天。怎么算的第2天？我精心挑选的日子，从你不承认我到承认我，经历了一个没有确切时间的时间段，所以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，我就决定，就是昨天。昨天？对呀，昨天咱俩装地推的时候，我跟人介绍你是我爱人，你表现特别自然，所以我就决定是昨天。你这是碰瓷儿。碰瓷儿怎么了？就算是碰瓷儿，那也是诚意的碰瓷儿。我被你驾驶的爱情飞速快车撞了，倒在了你美丽身影的面前。来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送你的呀。在咱们店吃饭的小年轻我都问了，这个牌子是女的都喜欢。这年轻人用的，我用不了。你是我爱人，我给你买的你就用嘛。还真没看出来你这个人哈，胆子挺大的。昨天那个保安根本不认识，上去就跟人家动手。这不你的事儿吗？为了你，我上刀山下油锅，我是用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行了，这得挺贵吧？确实可贵了，但是我乐意呀。那你那边有什么线索吗？华兴市刚离职的孟楠最近很紧张，本来是什么人都不见的。我用招聘、面试的借口跟他见上一面，他应该是知道一些事情，所以吓得离职了，但又不至于拿出什么具体的证据。他的离开在华兴市内部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，华兴市一派平静。但2个月之后，他突然举报了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那这人也太笨了，连小白都能拿到证据，他们却什么都不知道。陈金峰跟贺总监又不是傻子，这种事情能被小白抓到，你不觉得更奇怪了吗？见过孟楠之后，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在想，这些证据是不是陈凡阳故意放出去的？但他放给小白，我不太能理解。我还有点事情要忙，晚点聊。拜拜。哎
呦，谁能想到你一天天的比我还忙？没办法呀，酒店的工作离不开我啊，烧烤店也要时刻盯着。哎呀，有线索吗？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啊？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妈帮帮你。妈，你好香啊，还是那种高级香。哎，你还擦口红了？跟你说正经的呢，用不用我帮忙？你怎么帮啊？别的事儿我可能打听不出来，但有些事儿，你妈我没准还真能跟你问出来。切。这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哈。不好意思，她是霞姐，想问问那件事。那这小事你还请我们唱歌？哎呀，应该的。他就是我们酒店的保安队长强子。就是他向总经理申请调取监控，并且得到总经理的同意，我们才敢拿给你看的。哎呀，来，好，你们自己看。好。那天早上5点半，确实有一个男的进了你说的那个女人的那个房间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男的也没啥问题啊，进这个房间20分钟不到他就出来了。这么短时间，应该发生不了什么吧？肯定发生不了什么事儿。那天早上我去打扫，我记得很清楚的。这是中秋节前后的事儿了，你记得那么清楚？我就是记得很清楚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那个客人呐很特别。你好。小姐，小姐，您的衣服。不是，哎，小姐，这我不要了，都扔了吧。哦哟，这么说，他是补了钱，穿着酒店的浴袍出去的。对，他所有的衣服啊，包括那个内衣内裤啊，全都丢到垃圾桶里了。你说这么特别的客人，我会记不住啊？而且他的房间很干净，连垃圾桶啊都是干净的。你也是做保洁的呀，你应该懂的呀。呀，哎，照这意思，这两个人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觉得程总和陈劲峰那天晚上真的没有发生什么。这你都知道？你一直在陈白杨房间里面监督啊？不是，时间对不上。根据陈帆阳的说法，那天晚上他喝多了，可是里里外外一共就20分钟。那陈劲峰进房间的时候穿得好好的，出来的时候穿的也挺正常的。就算他没有穿秋裤，衬衫、领带、外套、鞋子、裤子穿一遍脱一遍，怎么着也得5分钟吧？剩下的15分钟不还得拍个照吗？虽然这个时间不能这么算，但你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可实际上发生没发生，现在已经不重要。重要，至少白叔叔应该知道。我想去找他。你，白有心儿子的前女友，他前妻的下属。我去跟他说他老婆是怎么样清白的，再把陈劲峰脱袜子、穿裤子的那一套道理再跟他说一遍。我是老白，我掐死你的心都有。那怎么办？我来想办法。给你的，第2杯半价，这就是我的真实消费水平了。我们今天不是同事，也不是竞争对手，就是老同学见面。这块喝咖啡都是喝咖啡因，第2杯都半价了，你也不多请几杯，就这么1杯，还不够加班到8点。原来你们有钱人家的小孩犯困也喝咖啡因提神啊！我还以为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聪明药呢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换个地方说。证据
是你交给小白的吧？什么证据？我没明白。想来想去，也只有你了。小白既不懂专业，又是华兴石的新人，他不可能有机会接触或者找到证据交给孟楠。而孟楠作为财务，连被迫辞职都拿不到的东西，他为什么会有？那我怎么知道？他爸原来不就是华兴石的吗？没准儿有人提供了些什么。那人家为什么要把证据交给一个实习生呢？直接交给孟楠，或者交给被抓起来的贺总，威胁一下要点钱，不是更合理吗？你还提醒过我，不要说漏了程总和小白的关系。想必你们俩也是认识的吧？我站在你的位置考虑了一下，也就想通了。你想通什么？你跟着陈劲峰工作了这么久，以你的工作能力，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但是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又不是那种为了保全自己的工作做亏心事的人。你家那么有钱，你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才做的。我是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了。没想到最了解我的人，居然是我最讨厌的你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讨厌另外一个人，往往是因为那个人身上有他自身本来就有，而且无法接受的缺点。对，我是看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怕牵连到无辜的我就留了证据。至于小白拿着那些证据去举报，我觉得他挺对的，我问心无愧。到底是什么证据啊？陈剑锋和贺总商量的过程我不清楚，但华兴石绝对不具备融资的条件。我拿到了贺总指使财务部的人制作虚假的出库单、入库单、管理层会议纪要等用来佐证收入的证据，而陈劲峰就是根据这些材料命令刘经理出具了审计调整，而这些证据就摆在陈飞扬的桌上，就像整理好了给我看一样。就摆在他的桌上？对。飞扬总。你还记得是哪一天吗？你撤出项目后的那个周五，那天陈帆让我回来加班，我到了，他却没到。请进，请进，哎，请进，好嘞。早就听虎子他们说过你，一直想认识你一下。哎，您可够仗义的啊！当年的事儿，是条汉子。哎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虎子干得不错啊！啊，不错不错。哎呀，他已经跟领导申请过了，我们领导也同意了，让你们看一下监控，查清这件事情。啊，嗨，没事。哎，您是要看上个月25号的监控视频是吧？哦，对，晚上9点左右的。好好好。哎，这就是25号的，你看一下。哦。哎呀，你看，好嘞，咱们是不是很有缘分呐？可不嘛！你女儿怎么就外派到我们的国外工作了？是是是，要不是这件事情啊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认识你呢。不过还是谢谢您给我们看监控。谢什么？都没帮不上什么忙。哎，能让看监控就是帮大忙了。谢谢。啊，再见再见啊！再见啊！哎，辛苦了，谢谢啊。好。证据是陈凡阳故意透露给李楚宁的，自己举报自己，吃饱撑的吗？不知道啊。不过王叔，你人脉可真广啊。哎，都是劳动人民，一家亲嘛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总能扯上点劳动关系。说吧，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？
去看看陈凡阳吧。他跟陈清风没什么的，他被陈清风给坑了。我听说他收了陈劲峰一大笔钱。他们俩之间有什么，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他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也许在他心里，他早就放弃了。作为他的合伙人，我对他也是一无所知。但我相信他，我认为你也应该要相信他。相信他，是他要跟我离婚的。陈凡阳这件事情，有人点醒了我，就是他一直习惯独自承担后果，所以当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已经不知道怎么求救了。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再来一杯。你什么时候来的啊？走吧，跟我回去吧。别陪我喝一杯，来，再来一杯。要打烊了。哎，没事。换个地方，我陪你喝，行吗？走走走走，别喝了。说好了，换个地方啊。陪你喝，陪你喝。哎，我陪你喝，我陪你喝，陪你喝。包别忘了。喝这么多，我天！走了，没事，我还能喝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小心头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喝点水。我不喝水，我要喝酒。你都喝这么多了，你还喝什么酒啊？喝清酒。你知道谁最喜欢喝清酒吗？啊？程凡阳最喜欢喝清酒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滴酒不沾。后来我眼见着他开始喝梅子酒，然后是清酒，最后是威士忌，越喝越多，越喝越睡不着。我当然知道为什么，他心里苦。你给我说这个干嘛？我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不怪你。你拿到的那些证据，都是程凡阳授意的。这不可能啊！你不了解他。其实，在你的心里边一直有个假想的敌人，对吗？无论他做什么，你都按你设定的标准往里套。孩子，这么多年为了你，我无数次的伤害了程凡阳。我跟你妈离婚，就是因为感情不和。你记着，我是跟你妈办了离婚手续之后，我才追的她。后来你妈病了，我又拖着她，让她等着我。我他妈就不是个人。你喝多了。我没有喝多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醒。把你妈送走了之后，我才娶了她。我知道，她最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。1年前她怀孕了，可那个时候，你的情绪最不稳定。为了照顾你的情绪，我劝她再等等。结果把孩子做了。你们有过一个孩子？因为我打了。
不能让你背这个黑锅，是因为我太自私了。我已经有你了，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了，我有喜欢的老婆和自己的事业。我本身对再要一个孩子没有那么积极，可是程帆阳他喜欢孩子，你让我怎么跟他说？我对不起他，我没脸见他，我也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妈。你每次生气埋怨看着我的时候，跟你妈的模样一模一样，我谁都对不起。我是个罪人，我该死。什么叫对不起我？难道在你们眼里，我就是那种只会抱怨、扮演受害者的人吗？我想明白了，孩子，我除了是你爸，我还是程帆阳的老公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我希望你以后生活都快快乐乐的，别像我，最在意的东西，最后一个没保住。你干嘛去啊？我要去找程帆阳。他在监视局处，你怎么去啊？想见就能见，大不了像他一样被抓起来。爸，我送你去。